比赛台上，4人的战意高涨，霍雨浩和王东的登场引起了孟红尘的注意，尤其是王东那充满战意的眼神。4人心中都有一种感觉，仿佛命运之线牵引着他们在这里相遇，这场战斗将决定冠军的归属。霍雨浩和王东都展现出了冷静和坚定，他们的战意和潜能在这一刻达到了巅峰。霍雨浩站在王东身后，准备以王东为主进行战斗，这一变化让对手也感到意外。笑红尘和孟红尘也做好了准备，尽管笑红尘身体状况不佳，但他仍准备在后方辅助妹妹，让孟红尘成为战斗的主力。孟红尘心中虽然对王东抱有好感，但比赛的重要性让他必须全力以赴，他的内心骄傲不输给他的哥哥笑红尘。随着天煞斗罗黄金旭的一声令下，比赛正式开始，所有观众的目光都集中在了比赛台上。星罗皇帝和白虎公爵代号也紧张地关注着比赛，代号对霍雨浩产生了一种特别的兴趣，期待着这位少年能否创造奇迹。孟红尘迅速释放出他的武魂，2道冰蓝色光芒显现，尽管他的防御力因铠甲损坏而降低，但他的攻击力并未受到太大影响。与此同时，笑红尘也释放了自己的3足金蝉武魂，尽管他身受重伤，但依然准备充分释放出众多金属炮管，准备发动攻击。王东和霍雨浩迅速行动起来，王东的光明女神蝶武魂释放出绚丽夺目的光彩，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包括孟红尘。霍雨浩则利用模拟魂技隐蔽自己，与王东形成了一种默契的配合。王东的速度得到了霍雨浩魂导推进器的辅助，大幅提升。笑红尘的攻击首先发动，一道道光芒直奔王东而去。他作为5级魂导师，对自己的锁定能力充满信心。然而就在他发动攻击的瞬间，笑红尘和孟红尘感到了一丝恍惚，导致笑红尘的锁定效果未能成功。尽管如此，他的攻击依旧密集地覆盖向王东和霍雨浩，展现出了强大的攻势。在笑红尘看来，即使王东和霍雨浩拥有黄金之路这样的武魂融合技，也难以抵挡他这波强大的攻击，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机会接近。笑红尘和孟红尘兄妹原本认为他们能够凭借强大的魂导器攻击压制对手，可是他们很快意识到自己低估了王东和霍雨浩的应对能力。面对5级魂导器的密集攻势，王东并没有选择硬抗，而是采取了灵巧的闪躲策略。王东的蝶翼在他的精准操控下展现出了惊人的灵活性，每一次的张开、收拢、拍动和偏移都让他的飞行轨迹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使得他能够巧妙地避开一道道魂导射线和炮弹。王东在天空中的闪躲动作宛如一只光明女神蝶在密集的大网中穿梭，寻找着生存的缝隙。观众们目睹了王东在空中的华丽躲避，不禁发出了热烈的欢呼声。在这一刻，无论他们之前支持哪一方，都被王东的表现所打动，甚至在心中为史莱克学院默默祈祷。即便是那些在赌场上押注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的人，也被王东的表现所吸引。真正的魂师强者们，如星罗皇帝和白虎公爵，他们不仅关注着比赛，而且视力足以捕捉到细节。他们注意到，在王东进行闪躲时，霍雨浩身后的魂导推进器在进行着细微的闪烁和调整，这些微小的推动帮助王东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闪躲。2人之间的配合默契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仿佛他们是一个整体一样。霍雨浩此时正运用着他的精神干扰魂技，这个魂技没有反噬，随着他精神力的增强，开始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同时，他还利用精神探测共享辅助王东进行闪避。霍雨浩心中却在抱怨王东的腰太细，双臂搂上去时几乎触碰到自己的手肘，而王东的臀部又恰好顶在他的小腹处，这让他感到有些异样和别扭。尽管如此，这些小插曲并没有影响到他们在比赛中的表现。在一连串的闪躲后，王东成功地避开了魂导器的攻击网，此时双方的距离已经拉近到了30米范围内。孟红尘见状，脚尖点地，迅速向王东的方向冲去，同时挥动他的细剑，展出2道光刃，直指王东飞行的必经之路。孟红尘在发起攻击时，不由自主地提醒了王东一句“小心了”，王东则以柔和的目光回应。这一瞬间的交流让孟红尘微微一呆，心中闪过一丝疑惑。战斗并未因此而停歇，王东紧接着以敏捷的身手在空中向左侧翻转，巧妙地避开了孟红尘发出的2道光刃。尽管孟红尘的攻击未能轻易击中目标，但光刃在王东背后碰撞后产生的冰雾中蕴含的朱晴冰蝉剧毒，成为了比赛胜负的关键。场下的观众和玄老、王岩、菜头、潇潇等人都紧张地关注着王东和霍雨浩能否抵抗这剧毒。王东似乎对背后的剧毒毫无所觉，他展开蝶翼，释放出第2魂技蝶神之光，以光明女神蝶的光明气息覆盖全场，展现出了他魂技的真正威力。在霍雨浩的模拟魂技掩护下，2人的魂环都呈现白色，让人无法判断魂技的级别。然而王东的蝶神之光展现出了强大的力量，完美地拦截了笑红尘的攻击，甚至逼迫笑红尘触发了坚韧之臂来抵挡。王东和霍雨浩的魂力总量远超40级，尤其是霍雨浩，尽管魂力等级只有28级，但他的第2武魂拥有1个魂环，使得他的魂力总量大增。2人合力发动的蝶神之光已经可以与顶级魂宗相媲美。孟红尘在意识到自己的剧毒并未发作后，迅速调整心态，
挥舞着细剑向王东发起了攻击。他的铠甲虽破损，但依然能够利用诸禽冰蝉武魂的跳跃能力接近王东。霍雨浩的冰皇守护提供了极致之冰的防御，保护两人免受诸禽冰蝉剧毒的影响。霍雨浩的灵眸第二魂技模拟，使得他和王东在战场上如同隐形，而冰皇守护则是他最强的防御魂技，由40万年冰碧帝皇蝎魂环赋予。在孟红尘的剑影即将击中王东的瞬间，王东将胸前聚集的金光推了出去，与孟红尘的攻击正面相撞。王东释放了他的第3魂技蝶神斩，这个技能虽然他使用的不多，但威力却不容小觑。王东的第2魂环已是1000年级别，而第3魂环的实际年限更是超过3000年，这意味着他的第3魂技的威力接近孟红尘的第4魂技。在浩东之力的辅助下，蝶神斩的瞬间爆发力极为强悍，虽然不足以战胜孟红尘，但争取时间已足够。王东的蝶神斩爆发出无数金色光刃，犹如玫瑰瞬间绽放，带着光明气息的光刃全面绞杀。孟红尘面对这样的攻击也感到手忙脚乱，他失去了最强的防御铠甲，必须小心应对。他内心认为王东很强大，这份认知或许受到了他对王东情感的影响。孟红尘在蝶神斩的攻击下勉强自保，同时试图用诸禽冰蝉的剧毒反击。然而他突然感到一股来自灵魂深处的恐惧，他的武魂受到了压制，动作变得迟缓。这是因为霍雨浩释放了他的第2武魂冰碧帝皇蝎的气息，40万年魂兽的威压让孟红尘感到极度恐慌。霍雨浩的模拟魂技呈现出冰碧帝皇蝎的虚影，释放出极致冰武魂的气息，这股气息即使是幻境也无限接近真实。孟红尘和笑红尘都受到了影响，他们的武魂在冰碧帝皇蝎面前如同臣子面对君王，感到卑微。在孟红尘化解蝶神斩的同时，霍雨浩的战斗力瞬间提升，他使用了冰碧帝皇蝎躯干骨赋予的强大魂技永动之域。这个领域类魂技展现了极致之冰的真正实力，即使是同为冰武魂的诸禽冰蝉也无法承受。孟红尘在永动之域的影响下，身体僵硬，从空中坠落。王东抓住机会，准备用赤翼铡刀追击，只是笑红尘用暗红色锁链将孟红尘拉离危险区域，并释放能量风暴阻挡王东。孟红尘使用诸禽冰蝉的能力，从永动之域的冰冻状态中迅速恢复。霍雨浩意识到，尽管永动之域曾面对过魂王级别的对手，但这次却被对手迅速破解，这显示了诸禽冰蝉冰火融合奥义的重要性。霍雨浩反思，如果自己也是魂王，孟红尘不可能这么轻易冲破永动之域。最终双方在一番激烈的交锋后，似乎又回到了起点。在笑红尘的全力攻击下，霍雨浩和王东未能完成追击，比赛的胜负仍然悬而未决。冰碧帝皇蝎的威压突然消失，王东再次展开双翼，利用精神探测共享的指引，巧妙地躲避了大部分的魂导器攻击，逐渐逼近孟红尘和笑红尘兄妹。孟红尘在喘息间恢复了些许，他使用的第4魂技冰之反哺以火为本源，激发冰蝉之毒，转化为纯粹的能量反哺自身，提升了攻击力。然而使用这个技能的代价是他短时间内无法再使用冰蝉之毒。在之前的交锋中，孟红尘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他的伤势隐隐作痛，消耗巨大。霍雨浩意识到，如果不全力以赴，他们将失去胜利的机会。笑红尘和孟红尘兄妹也感受到了来自霍雨浩和王东的巨大压力。笑红尘决定不再犹豫，他和妹妹准备施展他们的最强攻击武魂融合技。笑红尘放弃了所有魂导器，与孟红尘拥抱在一起，释放出金色与冰蓝色混合的光柱，预示着他们即将施展的武魂融合技了。霍雨浩和王东意识到了形势的严峻，他们决定全力以赴，也施展自己的武魂融合技。霍雨浩解除了冰皇护体，与王东紧密相拥，昊天锤出现在王东手中。在即将坠落比赛台的瞬间，他们释放出了夺目的光彩，形成了一道虚幻的身影，这是他们灵眸与昊天锤的奇异融合。与此同时，笑红尘和孟红尘的武魂融合技红尘眷恋也开始显现，一只赤金色的巨大蟾蜍在光柱中凝结成型，其口中的赤金色漩涡剧烈旋转，准备喷发。霍雨浩和王东的武魂融合技发动，那虚无的身影，额头上的奇异树眼缓缓张开，灿金色的锤子在虚空中破碎，化为金光，随后一圈金色光晕扩散开来。这金色光芒所过之处，空气出现了皲裂痕迹，仿佛空间即将塌陷。天煞斗罗黄金旭在这一刻也感到震惊，他的动作不由自主地慢了下来，精神之海受到了剧烈的震荡，大脑一片空白。这位封号斗罗在金色光芒面前，甚至没有半分抵抗的反应。这场比赛的激烈程度和双方展现的实力，让所有观众都感到紧张和兴奋。这是一场100年难遇的对决，两队武魂融合技的碰撞将决定最终的胜负。金色光晕与赤金色洪流的碰撞，是两种截然不同力量的对决。红尘眷恋的炽热与疯狂，与霍雨浩和王东的金色光环相抗衡，最终金色光环穿透了赤金色的波涛，直接作用在了笑红尘和孟红尘身上，导致他们的武魂融合技被强行终止，兄妹二人从空中坠落，失去了战斗能力。霍雨浩和王东并未就此停手，他们的身体发生了新的变化，金蓝色的双翼展开，冰碧帝皇蝎的刺身显露，他们重新拥抱在一起，
准备施展另一种武魂融合技。这一次，他们使用的是冰碧帝黄蝎与光明女神蝶的融合，产生了一种新的强大力量。他们的身体释放出强烈的光芒，甚至连天空中的乌云都为之裂开，阳光从天而降，照耀在他们身上。赛场上的红尘眷恋力量在他们的光之霓裳下悄然溃散。霍雨浩和王东的武魂融合技不仅在视觉上给人以强烈的震撼，更在力量上展现出了无与伦比的威力。他们的武魂融合技从璀璨中的凋零、黄金之路到虚无中的真言、心灵风暴，再到现在的冰碧帝黄蝎与光明女神蝶的融合，每一种都是独一无二的，展现了他们作为双生武魂魂师的潜力与实力。在这场决赛中，霍雨浩和王东的出色表现不仅赢得了观众的惊叹，甚至连白虎公爵等强者也为之动容。孟红尘在震撼中无法相信眼前的绝色少女竟是武魂融合技的化身，而笑红尘在昏迷前的一刻眼神中满是痴迷。霍雨浩和王东的武魂融合技不仅在视觉上给人以强烈的震撼效果，更在精神层面上对敌人造成了重创。随着比赛的结束，史莱克学院被宣布为最终的冠军，全场爆发出山崩海啸般的欢呼声，观众们因为兴奋而涨红了面庞，所有的等待和辛苦在这一刻都变得值得。霍雨浩和王东的第4武魂融合技成为了这场决赛中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那倾国倾城的绝色少女形象深深地烙印在每个人的心头。天煞斗罗黄金旭作为本场比赛的裁判，他在宣布史莱克学院获胜后，努力压制住自己脑海中不断闪烁的景象，将他们重新压制在精神之海深处。霍雨浩和王东在比赛的最后时刻，虽然脸色苍白，但彼此相互搀扶，挺直了脊梁。霍雨浩在精神和体力上都极度透支，但他的心情却是兴奋与幸福的。他的精神之海在这份幸福中似乎得到了再次的升华，随后他便失去了意识，为史莱克学院赢得了荣誉和尊重。星罗广场成为了一片沸腾的海洋，但由于双方队员损伤惨重，颁奖典礼不得不推迟。饕餮斗罗玄老在第一时间到达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要求对方先为他的弟子们解毒。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的带队老师虽然心情沉重，但面对玄老的强硬态度，他不得不答应解毒，并交出了价值连城的审判之剑。在玄老的监督下，孟红尘在极度疲惫的状态下为众人解了毒。玄老最终给了对方一个面子，让贝贝也帮助日月战队的米迦解毒，解决了牛毛毒针的问题。双方表面上了结了比赛的后果，但背后的后遗症则不是他们目前关心的。星罗广场上的气氛持续了数个时辰，直到民众在士兵的维持秩序下逐渐散去。为了缓解星罗城的拥挤，最终的颁奖将不对外公开。霍雨浩在比赛后昏迷了一天，当他醒来时，感到全身无力，肌肉酸痛，但精神却异常清醒。他回忆起了与王东战胜对手的情况，感到非常兴奋。他发现自己的精神之海有了显著的增长，精神力也变得更加凝练。在霍雨浩的脑海中，一道身影浮现出来，粉蓝色的长发，金色的眼眸，绝美的娇颜，以及那黄金3叉戟的符文。他不禁疑惑，那美丽的女子真的是光明女神的降临吗？